盘点游戏中的冷知识，第一个。众所周知，要是我们把米拉星的地面挖穿，底下就会出现虚空，这底下可是非常的危险，一不小心掉下去的话就会嗝屁，然后回到出生点。那么问题来了，烈焰星的底下也有虚空，那要是我们掉下去的话，会复活在哪里呢？3秒后公布答案。正确答案是烈焰星，你在哪个星球嗝屁，就会复活回到哪个星球。第二个，小伙伴们对面前的方块应该都不陌生吧？这个方块的名字叫做蒙眼星云团，要是我们站上去的话，它就会被踩碎，就像是踩棉花糖一样。那么问题来了，野人踩在上面会踩碎吗？3秒后公布答案。正确答案是不会，野人在这上面走路，对云团没有任何影响。小伙伴们都答对了吗？ Nice。 盘点游戏中的冷知识，第一个。不知道小伙伴们知不知道，其实篝火是可以当垃圾桶的，把道具扔到篝火里就会消失。那么问题来了，要是把篝火摧毁，那丢进去的道具会出现吗？ A. 不会， B. 会。3秒后公布答案。正确答案是 A. 不会，道具都被篝火给摧毁了，所以不会出现。第二个，众所周知，迷你世界出了斜角方块，假如在地上挖一个坑，接着再使用斜角方块给它填上，就会形成一个漏斗。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漏斗里面可以装水吗？ A. 可以， B. 不可以。3秒后公布答案。正确答案是 B. 不可以。往漏斗倒水的话，水就会直接漏出来。有多少小伙伴答对了呢？迷你世界你不知道的冷知识，第一个。众所周知，迷你世界里的岩浆和水碰撞后是会产生岩石的，这也是很多小伙伴用来制作刷石机的好方法。但是只要我们制作一个十字架装置，让2个水和2个岩浆同时发生碰撞，就会产生钛合金。有没有小伙伴们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呢？赶紧评论区解答一下吧。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第二个，众所周知，篝火是我们在生存中最常见也是用到最多的道具。但是你知道篝火其实是可以加柴的吗？没错，我们只需要往篝火里面加上几个木质方块，这样火就会烧得更加旺盛了。旺盛的篝火可以让烤肉的速度比正常篝火烤肉的速度更快。怎么样？屏幕前的小伙伴们都知道这个冷知识吗？そうですね。一个字，绝。第三个，地面上同时出现3个企鹅的时候，它们就会跳舞。在以前的版本中是需要喂给它们球球豆，它们才会跳舞。但是现在球球豆消失了，所以只要同时出现3只以上的企鹅，它们就会一起快乐的舞蹈。你知道吗？第四个，我们都知道，只要把开关放在地上，眼萌宝是会自己去打开开关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放一个炸药桶，然后在炸药桶旁边放一个开关，就可以轻轻松松干掉一大波眼萌宝了。盘点游戏中你不知道的冷知识，第一个。经常玩生存的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迷你世界中的熔炉可以用来燃烧矿石，但是有一个缺点，那就是烧炼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每次都要等上个大半天才能好。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你们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它的燃烧速度快一点呢？其实只需要在熔炉的旁边放上一个熔岩雕像，这样就可以加快熔炉的燃烧速度了。你们看，熔炉里的火一下子就旺起来了，而且不只是石炉，黄铜炉和密银炉也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怎么样呀？这个冷知识你知道吗？第二个，众所周知，迷你世界里面的过山车可以在轨道上面行驶，而且在空中也可以行驶。那你们知道吗？其实过山车还可以飞天哦。
首先像我一样用方块搭建一个这样的形状，接着用拿出轨道一边放在里面，另外一边放在外面。然后我们在上面放一个过山车给推过去。接着我们再放一辆过山车坐着开过去。最后我们把头顶的方块给破坏掉。你们看，现在过山车直接带我飞上天来了，怎么样呀，小伙伴们，是不是感觉非常牛啊？感兴趣的小伙伴赶紧进游戏体验一下吧。众所周知，迷你世界里的野人也是可以使用我们的武器。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变异的僵尸野人能不能使用我们的武器呢？A 可以， B 不可以。小伙伴们有3秒的思考时间哦，3秒后公布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A 可以。不过这个野人拿武器的姿势也太笨了吧。你说什么？我说你拿的姿势太帅了。第二题，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迷你世界里的牛是可以被野果驯服的，驯服之后的牛还能当坐骑，再给它装上个耙子，还能给我们耕地呢。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这变异的僵尸牛能不能被驯服呢？ A 可以， B 不可以。同样还是3秒钟的思考时间哦，3秒后公布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A 可以被驯服的哦，而且被驯服后的僵尸牛又恢复成正常的牛了呢。有答对的小伙伴吗？ What？ 第3个，小伙伴们最近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你们能帮我解答一下吗？就是这个，你们看子弹在这里一直转动，但是最终子弹肯定还是会发射出去的。那么困扰我的问题就是，这个时候要是被旋转中的子弹击中的话，还会产生伤害吗？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有知道答案的吗？快把你知道的答案打在公屏上吧，我可太想知道结果了。煞，写的真煞。新手一定不知道的冷知识。小草其实是可以放在花盆里的。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was handmade 甘蔗是可以吃的。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在水下其实是可以呼吸的，你只需要一扇门。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再或者是一些树叶。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丝线是可以放在地上的，还可以拿来做跳格子玩。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用扳手点击星能线可以显示电量。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你们还知道哪些冷门的知识呢？一个字，绝。迷你世界新版本，你一定要知道的冷知识。就算是6年的迷你老玩家，也不一定能全部答对。第一个，众所周知，我们在一个密封的房子中，就算外面全是野人，他们也是不能发现我们的。但是在新版本中，方块并不会连接在一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房子外面要是站满了野人，野人会发现我们并攻击我们吗？ A 会， B 不会。3秒钟的思考时间。答案是 A 会。新版本的房子出现缝隙之后，不光我们能看见外面的野人，外面的野人也能看见我们。不仅如此，房子外的野人还会对我们发起攻击，但是他们的攻击并不能穿过房子，所以我们在房子里面还是很安全的哦。第二个，前几期视频我们说过，在新版本的雨林神殿中，还有一个已经被删除的南瓜灯。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仅存的南瓜灯还能召唤出稻草人吗？ A 会， B 不会。3秒钟的思考时间。答案是 B 不会。新版本中的稻草人
并不能被南瓜灯召唤出来。现在的南瓜灯的名字已经变成了香瓜灯，并且图标都变成了写字板的样子，但是拿在手上还是南瓜灯的样子，却没有了南瓜灯的功能。你们都答对了吗？新版迷你世界，你绝对不知道的冷知识，哪怕是老玩家，第二个冷知识也绝对回答不上来。第一题，现在我们挖掘方块会出现圆边，不再是之前的纯直线了，所以就导致在方块之间出现了缝隙。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把水倒进去，水会不会顺着缝隙流出来呢？ A 能 B 不能。3秒的考虑时间。答案是 B 不能。虽然现在方块和方块之间有缝隙，但是水也并不会流出来，而且无论是哪一种液体都不会流出来。我去，这么离谱的吗？这么大的缝隙居然流不出来，这要是牛顿看到了，估计是会压不住棺材板吧。你答对了吗？答错的小伙伴罚这星期加1本作业。第二题，众所周知，稻草人你放在哪就固定在哪了，但是新版本的稻草人不同，只要你手里拿着风铃花，稻草人就会跟着你移动。那么问题来了，新版本的稻草人该如何制作呢？这时候肯定有小伙伴会说，不就是木围栏、草垛、防南瓜吗？这样稻草人就完成啦。那你就错了，因为在新版本里已经没有方南瓜了，变成了香瓜，而这个香瓜是无法放在草垛上的，也就是说，按照之前制作稻草人的方法肯定是不行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有小伙伴能答出新的制作方法是什么吗？知道的评论区留言给苏苏姐姐吧。